这有点难听，大陆朋友不见得会喜欢。脚踏两条船，你一边踩着中国，一边踩着美国的时候，你是利益最大化。美国对我们32%的关税，还要对晶片进行关税。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不理美国制裁，直接把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去。但现在这种贵是没有用的，最后的结果都是把你们的产业送到美国去。多数媒体都在说啊，川普团队不专业，想一套是一套。但如果你们不去看背后的这些东西的话，你们只会认为他只是想做交易。这个会来的川普，他现在不是建制派了，你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想法。川普的目的是要引出一个更大的东西，叫做结构性改变跟结构性调整。新加坡的专家跟官员是全世界上最棒最强，他们的预判向来是多层次而且多面向的。If other countries adopt the same approach as the US, we risk being squeezed out, marginalized, and left behind. 他们非常的有危机意识，赖清德就是梭哈嘛，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川普的一个手段，可是恰恰是错误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其实讲白了，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很简单的考验，川普加速推进的底牌揭晓的时刻。第一个10%关税，其实大多数国家就受不了。现在呢，只要关税加个1%，他可能就不赚钱；加个2%，他要破产。我非常不同意两个判断，邱正亮和邱毅还有像蔡正元他们觉得老川大概2-3个月就会退。川普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你想这个关键就在这里嘛？为什么新加坡相对是保守谨慎？因为新加坡的专家跟官员是全世界上最棒最强的专家跟官员，他们的预判向来是多层次而且多面向的，因为他们非常的有危机意识。可是为什么越南跟泰国的官员，包括像赖清德手下的一批茶叶蛋，为什么他们第一时间判断是赶快去跪？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川普的一个手段，可是恰恰是错误的。他以为是手段，那其实是目的。没错，我就是要讲这个，这是川普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要引出一个更大的东西，叫做结构性改变跟结构性调整。有一个重点，川普的基层支持者要的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讲，哪怕是中国的商品，现在经过几轮这个关税下来，他们也都买不起了。中产的滑落就是红脖子现在的状况嘛。很多红脖子以前是中产啊，他们在乡下种块地，他就能过活。所以川普是在回应那一些被美国过去美元霸权体系之下所淘汰的老百姓，因为这是他的支持基础。再怎么坏就这样了。那如果把整个帝国重新建构起来，美国高高的贸易壁垒，然后把所有的廉价的外来移民都赶出去，那不管怎么样，美国这3亿人、3.5亿人总要吃穿拉撒吧。虽然贵，但是工作机会一定会产生嘛。虽然整体经济的量体会下降，会很悲哀。那这些红脖子可以重新有工作吧？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做纺织业？为什么要废除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因为纺织业才能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那为什么要排斥电动车？当然因为有马斯克在，他不是明着排斥电动车，只是让马斯克的电动车有特许权，其他的电动车尽可能的回到传统油车。传统油车是可以透过没知识的熟练技术工去维修，但电动车因为牵涉到3电体系，电动车必须是要有本科程度以上，我们至少可能叫5专，或者至少你有个高职吧，你要对电有基本的理解吧，你要是个合格电工吧，你才能做电动车的维修跟它的产线的生产的工人嘛。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电动车其实设计结构是比传统油车更简单，零件更简化的。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因为是电这个东西跟机械那种直观性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系统在建构的逻辑。确实，川普也在寻求一种衰退，衰退以后能增加关税去还美债利息，然后让大量资金从股市被赶出来，赶到债市去，然后将美国国债收益率降低，这样子他还钱就好还一点，然后再让鲍威尔因为衰退降息，这就是他的一套组合拳。然后最后配合他这个帝国特惠制和大号金融会，还有一件事情，太湖庄园协议，要把所有美国的外债展期100年，而且零利息。如果你们需要钱呢，我美国再贷款给你。这就是大号金融会和帝国特惠制的恐怖啊！各位，多数媒体都在说啊，川普团队不专业，想一套是一套。但如果你们不去看背后的这些东西的话，你们只会认为他只是想做交易。这个会来的川普是上一届任期，他现在不是建制派了，你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想法。但现在这种贵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贵都是没有用的，最后的结果都是把你们的产业送到美国去。美国对我们这种什么32%的关税，还要对晶片进行关税，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不理美国制裁，直接把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去。你不降我就卖过去啊。问题就在这里，台湾的政客都是一群废物，看到美国就软了。先不要讲那个像黑熊那种直接收美国钱的美国特务啊，就讲像是赖清德这种人，他们这一系列，但是一种人，而且蓝的绿的各种颜色都有，不是全部，也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像我今天在林佩祥旁边，他是留美回来的，他在美国待了10几年，他今天干美国干得很大事。我说你这留美能够干美国，我觉得了不起。他反而看清楚了美国的本质嘛。最可笑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一直在高喊的中国威胁论嘛，想方设法要降低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就第一个大量转单到美国去，结果正好撞上美国的枪口，美国现在要对所有赚他钱的人下狠手。其实这整件事件的一个核心啊，台湾跟新加坡比最悲哀的是，新加坡看起来是一个很不独立的国家，它的水要靠马来西亚，它的安全要靠国际协作，它的贸易更是国际商贸，它的食物各种方面它都要靠进口。但是新加坡反而在这轮当中展现出最独立的样态。
他做好准备了，他的官员他的专家们非常的冷静，知道怎么玩怎么博弈。赖清德就是梭哈嘛，什么事情都搞梭哈，觉得梭哈就会好。那关税开放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叫自由贸易，就是你所有政府的特许行业你都必须自由化。那以后翡翠水库会有股票了，各位，就是它会被上市嘛。台湾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是表面上自由化的高强度政府主导的计划式经济，它仰赖的是要一个高强度素质的官员。你要没有孙运璇，你好歹也要有个张善政吧？那你看看这几年都是什么咖？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哎，悲剧啊！苏贞昌现在更烂，来了一个卓荣泰，什么都不懂，只会拿光剑。赖清德现在最大的问题，除了他本身一直希望透过用下跪的方式把黑熊那条线打通之外，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嘛，因为黑熊的母鸡都挂掉了，黑熊是分鸡嘛，他打回去母鸡在 USAID 都倒了嘛，所以这根本不可能嘛。但赖清德还在幻想，这第一个。第二个，赖清德的决策圈非常的狭小，他宁愿把萧美琴晾在那边，也只要用邓丽君，打死不用萧美琴，所以萧美琴只能去包润饼啊。而且我昨天才讲嘛，蔡英文现在没事跑出来祭拜李登辉，虎视眈眈在后，赖清德现在更有危机意识。第三个，赖清德是个三重少数总统，权力授权极为脆弱，党内少数，执政少数，国会少数，三重少数总统，所以他更期望美国人给他认可。所以赖清德执政的结果就是他只有跪到底，而且不只是跪，要趴，但是呢，越跪越趴越舔，美国人越看不起你啊。而且他这个人哦，非常自卑啊，所以他的自卑导致他的判断就是只能死撑到底，因为在他的人生当中，死撑到底会赢。比如说死撑到底，最后考上成大后医，最后呢变成赖医师，所以他觉得他赢了。这个经验就是死撑到底是会赢的，哪怕他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哪怕他不是家境好的那一个，哪怕他出身很糟糕，他觉得就是有机会赢。那这样的一个经验恰恰会死在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不是个人生活经验可以决断，所以赖清德是最糟糕的领导人，这个我早就预言了。那可是没办法，蓝白要分裂嘛。你们的外贸比率超过60%，这怎么救啊？其实有一个方法啦，就是把方向全面对准中国大陆，就这样。解法很简单，超级无敌简单，深度的融入中国内外双循环的体系。为什么中国第一时间对美国这么硬？因为很简单嘛，中国这几年研究的结果就一件事嘛，对付川普只有硬不用软，川普是你软他就软土生绝嘛。其实这一局里面，青鸟说的答案的反向正好是解答。青鸟说远离中国，所以我们今天才只有32%，不然我们要跟着中国一样74%。虽然这个是假消息啊，中国是50%。事实上，美国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中国还是台湾，因为你看鲁特尼克随手一标就说 China and Taiwan， 他就永远把你看在一起嘛，这是一件事。再来要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当年借机用人错过了第一波，太阳花又错过了第二波，深度的融入了对岸的内外双循环，因为内外双循环不是习近平提出来才有，它是本来就存在，只是国家政策提出来之后要去强化这一块，因为外贸会不稳嘛，所以适当的降低外贸的依存度，来强化自身的经济体制。而美国关起门来自己玩，就让你加拿大加墨西哥，给你算6亿好不好？6亿乘以20几亿，12亿，中国几亿，14亿，更别说一大堆。现在中国很多的国家是不可能跟中国切割的。那还有俄罗斯的市场嘛？俄罗斯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跟美国谈和，所以之前有一大堆弹头，那边说什么哎呀联俄制中啊，我都觉得鬼扯啊。这结构性问题怎么可能说调就调？很多事情要回到结构性问题。台湾今天为什么生产要素上会过得如此的别扭跟这么的畸形？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为什么要高度依赖科技？也很简单，因为台湾就理论上来说要高度融入中国的经济生产循环里面，可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强行切割出来。强行切割出来之后呢，就是美国呢加大力度的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采购嘛。但结果是当美国呢不再愿意采购，他要叫你拉过去的时候，你也没有任何可以平衡的这个机会了。为什么马英九时代可以换到全世界免签呢？但是为什么蔡英文加赖清德时代只有不断掉邦交国呢？逻辑很简单嘛，你少了一个制衡的力量嘛，这有点难听，可能大陆朋友不见得会喜欢。但你脚踏两条船，你一边踩着中国，一边踩着美国的时候，你是利益最大化。新加坡就示范给你看，台湾当然没办法成为新加坡，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但是就一个政治实体，就一个经济关税实体来说，如果你不搞事，你短期内没有这种立即武统的危险嘛，没有立即开战的危险嘛。可台湾现在已经可悲到，竟然要向亮哥出来高喊说要保留合同的可能性，才不会被打啊。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有一种幻想，就说哎呀，如果不是川普就好了。开玩笑，川普是戳破了一个假象，美债循环假象。为什么美国现在能荣景？那就是靠美债堆出来的呀，靠美债来运用货币政策，然后就是所谓的一种货币主义和加上这种新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一个是大水漫灌，然后一个就是资本回流，这一套东西是无法维系下去的，再搞下去美国就破产啊。没错，所以川普是戳破了这个假象。其实这件事情新加坡就是有事先因应嘛，我认为北京也有事先因应嘛，因为大家算一算也知道美债迟早要死嘛。而且我想明白一点了，为什么赖清德就是说民进党愿意跪，而
且跪的特别用力，大不了以后替美国人做事，大不了就让美国的这些产业来吃台湾的产业，这些产业有一些低价抛售，然后他再入股，他只要上下其手，把国家卖了以后再捞一笔。因为你想，民进党很多都是日治时代的士绅，或者自己是精神意义上追随日治时代士绅的精神日本人，他们没有什么日本血统啦，在这边澄清一下，很多人都搞错了，民进党是自我洗脑成日本人哦，他们不是日本人。川普戳破太多东西了 ，Deep State 的东西也是被戳破了。以前讲的都是笑话，现在讲的都是真话，不止现在讲的是真话，未来讲的都是哭话，真的要哭啊，真是太可笑了。